顾爸母吃百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院老年医学部的詹鼎正医师。我们先讲国家可以给什么。如果是65岁以上的长者，我们每年可以做一次成人健检，那这里面大部分就是抽血，然后加上验尿，所以做的东西可能就是跟三高比较有关的。再来的话呢，第二个叫做老人健检。老人健检呢，是我们各个县市政府提供的优惠，所以呢，它就不会是所有的老年人，他每年每个县市政府依照他的财力有一定的限额。譬如说台北市假设有10万老年人好了，他搞不好就只有4万个老年人的名额，所以呢，每年只要到了需要老人健检的时候，大家都疯狂的抢名额，就是因为它是有限量的。那他做的东西就是除了成人健检之外，会加做这个县市政府要做的一些项目，那每个县市政府就不太一样。譬如说台北市政府它有 A 套餐跟 B 套餐， A 套餐就是胸部的 X 光跟心电图，那 B 套餐呢就是所谓的腹部超音波。所以呢，每个县市政府给的东西都不太一样，那这个东西就是要看县市政府的财力。那除此之外，当然大家自己花钱的可以做的东西就很多咯，就可以做什么低剂量电脑断层啦，也可以做所谓的大肠镜啦、胃镜啦等等，有各式各样的套餐。那上述的套餐其实很多没有所谓足够的实证。为什么没有足够实证呢？因为它大部分是一个叫做自费的市场，所以你就很难说到底做了多少钱或多少东西才真的是对老人家好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目前比较有实证的应该是在大肠的这一部分。如果说您有某种程度的危险性，可能就是中老年之后要至少做一次，然后如果说完全没有息肉的，可能要5年10年之后再做。那如果有息肉了之后呢，就是要看息肉的大小或种类，这有个复杂的表，所以一定背不起来，大家就不要背了，就去找你的医生就可以了。那至于所谓的胸部的电脑断层，目前大致上是建议如果没有事的就是2年左右做一次。那当然如果你已经发现有问题的，也是看你的这个肿瘤的大小，就可能是要半年啦或3个月啦等等，这就要跟医生再商量。那至于其他的检查，当然就是会比较见仁见智。如果你有钱，你希望全身上下扫一次，有很多的检查当然都可以做。那至于做完一次之后多久再来，我们现在就没有很好的实证跟大家说。其实除了成人健检之外，国家还有一直在推一个东西叫4癌筛检。4癌筛检有口腔癌，然后乳癌、子宫颈癌，然后还有大肠癌。那他们筛检有各种不同的工具，可是呢，因为这些癌症的筛检都有所谓年龄的上限，也就是说反而年纪很大很大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建议要筛检癌症。这听起来也是有道理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年纪很大的时候，如果得到了癌症，那这个癌症可能不是最后这位长辈真正死亡的原因，所以这时候会觉得说不一定这个癌症筛检对他来说是那么重要的。譬如说大肠癌的筛检，可能70岁以上就不建议再继续做下去了。所以国家因为经过了公共卫生的这个计算之后，会觉得说从族群的观点，从这个年纪、存活率等等说来算，他们就会算出说什么样的年龄。那大致上我们65岁以上就可以看看说哪一些这个癌症的筛检在国家的层次是合理的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是65岁以上的女生还有70岁以上的男生会建议做一个叫骨头的密度，看看有没有骨质疏松。那这一部分呢，因为对健保来说通常要很特别的内分泌的疾病，或者是骨头已经发生骨折才会给付，所以可能就是需要自费来处理。那自费的话呢，大部分应该要做2个部位，一个是髋部，一个是脊椎。那一个部位大部分呢就是在600元左右，所以加起来是1200元。那当然每个医院的自费的价格不一样，所以可能有高有低啦。那当然如果有了骨质疏松，那我们再做相关的治疗这样子。